他切掉了大半个胃，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但在二战最绝望的冬天，他兜里却揣着几百亿美元的支票。高傲的丘吉尔得耐着性子给他禁烟，多疑的斯大林指认他递过来的纸条。这个形同废人、满嘴爆粗口的男人叫哈里·霍普金斯，同时他也被称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子。1890年，霍普金斯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州，他爸大卫是个标准的江湖老油条。这男人淘过金，卖过马具，最后在镇上开了家保龄球馆。他满嘴跑火车，身上永远带着廉价雪茄味，骨子里透着赌徒的精明。小哈里的童年就是在保龄球馆里混大的，他每天听着球瓶倒地的撞击声，帮那些抽烟的大人捡球。他看着大人们怎么下注，怎么吹牛，怎么耍赖。从他爸身上，他早早学到了极其世俗的一面。他懂得了怎么察言观色，怎么和底层人打交道，更继承了那种只要看准了就敢一把梭哈的赌徒胆识。但他妈安娜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她是个极度严格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在她看来，光在教堂里祈祷没用，信仰必须是下场去救济穷人。所以小哈里的童年过得很撕裂。周六晚上，他还在保龄球馆里听着赌徒们的荤段子。周日一早，他就会被老妈揪着耳朵，死死摁在教堂硬邦邦的木板凳上。这种撕裂的家庭把霍普金斯逼成了一个奇特的矛盾体。他从小就不是那种乖巧的书呆子，他喜欢打篮球，在球场上球风极其凶悍，为了赢敢跟人下死手。他带着市井的狡猾，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但他看到街边饿肚子的穷孩子，又会毫不犹豫地把刚在保龄球馆赚到的几美分小费全塞给人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血脉在这个中西部男孩的身体里生根发芽。直到1912年，22岁的他大学毕业。这个带着赌徒胆识和救世主情节的年轻人没有去华尔街捞金，他买了一张单程硬座车票，一头撞进了纽约最臭气熏天的贫民窟。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烂菜叶、煤灰和下水道的臭水混在一起。他没有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写慈善报告，他每天穿行在那些连阳光都照不进来的廉租房里，一间没有窗户的破屋子能硬生生塞进去一家7口人。这小子在这里一熬就是20年。他原本以为发发救济粮、搞搞募捐就能拯救穷人，直到1929年那场摧毁美国的大萧条砸了下来。霍普金斯快40岁了，他亲眼目睹了人类尊严被碾碎的全过程。一夜之间，1500万人丢了饭碗，连给孩子买牛奶的钱都没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极度慕强，领救济是对一个成年男性最彻底的羞辱，是精神上的阉割。霍普金斯在街头看到了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那是排在施粥棚外领免费杂碎汤的队伍。队伍里死气沉沉，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人敢抬头。他们拼命把软泥冒的帽檐往下压，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尖。他们在怕什么？怕被路过的旧邻居、老同事认出来。霍普金斯站在发餐台后面，看着这些戴着破帽子的男人。他发现，当一碗免费的热汤递到他们手里时，这些男人的眼神是空洞的。肚子是填饱了，但男人的脊梁骨在那一刻被施舍2个字彻底压断了。这比饿死还要让人绝望。更让他崩溃的是那些深夜的停尸房。有些父亲觉得失业没法养家，是个废物，干脆悄悄打开厨房的煤气，给老婆换一笔保险。那一刻，42岁的霍普金斯明白，单纯发钱保住的是肉体，摧毁的却是灵魂。真正的救赎绝不是给他们发带耻辱印记的面包，而是给他们一把铁锹，一份能换来真金白银的工作。只要是凭自己流汗挣回来的钱，他们就能挺直腰板走回家，看着老婆的眼睛说：“这是我今天挣的。”1933年5月22日，罗斯福总统的一通电话把42岁的霍普金斯叫到了白宫。全国经济崩了，总统让他赶紧去当救火队长。他走进联邦大楼，连个正经办公室都没要，在走廊里拉了几个破木箱拼在一起，当成办公桌。他点上一根烟，连口水都没喝，直接开始疯狂批文件。半个下午，他坐在破木箱上，连头都没抬，硬生生把500万美元的救命钱直接发往了全国各州。旁边一个穿西装的老官僚吓坏了，死死按住他的桌子：“哈里，你程序不对，这么乱发钱，长远来看会出大乱子的。”他瞪着那个官僚爆了一句粗口，然后说道：“老百姓不是活在长远里的，他们每天都要吃饭。”到了1935年，他拿到了国家上百亿美元的预算，但他死活不肯直接把这笔钱当救济款发给老百姓。他成了全美国最大的包工头，招了850万人来干活。他让失业的建筑工去修桥，让没活干的裁缝去给军队缝衣服。那干不了体力活的人怎么办？他干了件在当时看来相当离谱的事，他拿纳税人的钱去雇穷困潦倒的作家写旅游指南，去雇吃不上饭的落魄画家给政府大楼画壁画。这下国会山上的富人老爷们炸锅了，他们指着霍普金斯的鼻子骂，说他是个败家子，说他拿老百姓辛苦交的税去养一帮毫无用处的闲人，画画的废物。他狠狠拍着桌子，又爆了一句粗口，然后说道：“画画的也得张嘴吃饭。”到了1937年，47岁的他查出胃癌，被医生切掉了大半个胃。他变成了一个连吃块苏打饼干都要消化大半天的废人，每天只能靠静脉输血吊着一口气，随时可能休克。华盛顿的政客们都在暗中倒数，等他咽气。大家盯着他手里的100亿预算，像饿狼一样等着分食。可谁都没想到，1940年，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干了件更疯的事，他直接把这个快死的病患接进了白宫2楼的客房。霍普金斯是个彻底的穷光蛋，没房没存款。他住进白宫，连身上穿的那套极不合身的宽大睡衣都是找总统借来的。
一个双腿瘫痪的总统和一个切了大半个胃的穷鬼，两个残疾人，成了美国权力的最高掌控者。全华盛顿的政客都在打听这病鬼到底算老几。他当时连个正式的那个头衔都没有，甚至连个发文件的公章都没有，但他却成了罗斯福的影子。霍普金斯说的话就代表着罗斯福。1941年初，美国还没参战，还在冷眼旁观，伦敦正被德国轰炸机炸成一片火海，英国人马上就要撑不住了。罗斯福派霍普金斯去了伦敦，头衔仅仅是个私人代表。英国的那个高官们满怀期待，以为他带着航母和军队来了。结果一看，从飞机上颤颤巍巍走下来的是个连站都站不稳、满脸病容的瘦老头。丘吉尔当时心都凉了半截，以为美国人在敷衍他。但在一次晚宴上，外面警报长鸣，炸弹震得桌子直晃。霍普金斯艰难地站起来，端起酒杯。他没有念任何官方声明，而是死死盯着丘吉尔，背了一段圣经里的词：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哪怕是去到尽头。然后他加上了一句：总统派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和你们在一起。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总统派我来，就是让我告诉你，就算美国国会不答应，就算全美国人都不想打仗，罗斯福也会动用他手里所有的权力，砸锅卖铁，绕开所有的流程，把美国的炮弹、飞机和粮食源源不断地塞进你们的手里。这个强硬了一辈子的丘吉尔坐在椅子上，顾不上首相的体面，当场眼泪狂飙。随后，美国通过了著名的租借法案，50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全在这老头手里捏着。但他既不是财政部长，也不是国防部长，他就穿着罗斯福那件宽大的旧睡衣，整天躺在白宫2楼的床上。全美国的兵工厂造出多少辆坦克，多少架飞机，几百万罐午餐肉，全凭他手写的一张张便签纸，决定是运给英国还是运给苏联。到了二战末期，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开会分蛋糕，各级外交官全被挡在门外，根本插不上嘴。只有霍普金斯能随意进出这3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的卧室。白天开会时，3国巨头经常因为利益分配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翻脸，霍普金斯就会在桌子底下悄悄给罗斯福递上一张揉皱的纸条：总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让斯大林赢。2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却操控着整个地球的命运，他们俩本该就这样互相搀扶着一起撑到二战胜利，但命运偏偏在这对残缺的搭档身上捅上一刀。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死在了佐治亚州，而霍普金斯当时躺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诊所病床上，他的内脏已经全面衰竭，连翻个身都要喘半天粗气，医生说他活不过这个春天了。当罗斯福的死讯传到病房时，这个脾气火爆的老头没有嚎啕大哭，他只是死死盯着天花板，很久很久没有说出一句话。在那个最懂他、愿意把后背交给他的轮椅巨人比他先倒下了。护士劝他好好躺着等死，但他却一把扯掉了胳膊上的输液管。他哆嗦着爬下床，让助理给他套上一件极其宽大的黑西装，硬是咬着牙坐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在罗斯福的葬礼上，他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虚弱地靠在椅子上，看着那个和他一起熬了无数个通宵的老伙计被装进棺材。那一刻，他的心其实已经跟着罗斯福一起死了，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闭眼，因为老伙计临死前最放不下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快要被多疑的斯大林搞黄了。为了给死去的罗斯福一个交代，54岁的他带着相当于自己体重1半的药瓶，最后一次爬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1945年5月底，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这时的霍普金斯已经连坐轮椅的力气都没了。他几乎是被随从半扛半抬着送进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当时50多个国家正在旧金山开会，准备成立联合国，但斯大林极其强硬，在一票否决权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了所有人的脖子。如果不听他的，苏联立马退群，联合国当场就要胎死腹中。为了不让死去朋友的心血变成一堆废纸，他没有用美国强大的武力吓唬人，也没有再拿物资清单做交易，而是告诉斯大林，如果联合国今天因为这种破事搞砸了，我们这几年拿命拼出来的胜利全是一堆狗屎。奇迹发生了，那个锱铢必较、一辈子从不肯在谈判桌上吃亏的斯大林破天荒地妥协了。斯大林转过头，对着自己那个以强硬著称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摆了摆手：算了，在这个问题上让美国人赢吧。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霍普金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结束了，罗斯福不在了，二战马上就要打赢了，联合国也保住了。1945年7月初，刚从莫斯科回来没几天，他就向新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杜鲁门给他颁发了一枚杰出服役10字勋章，这是他这辈子拿到的唯一奖励。离开白宫后，一个极其尴尬且残酷的现实摆在了他面前，他快要破产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白宫高官，管着天量的战争资金，但他自己的年薪少得可怜，而且因为常年治病，他连一点存款都没攒下来。他有妻子，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如果他现在两腿一蹬，老婆孩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为了赚钱，他跑到了纽约，他接下了一份在政客们看来十分掉价的工作，去当纽约女装行业的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主席。不过这份工作足足有25000美元年薪，在当时普通工人的年薪仅约2500美元，此算是一笔巨款了。他原本还想套写回忆录再赚一笔稿费，给家人多留点保障。他找来了好朋友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帮他整理那堆成山的白宫机密文件，但他的身体根本等不及了，他连口述历史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和剧痛中度过。就在他辞职去纽约大衣厂当调解员仅仅几个月后，1946年1月，他被送进医院，迎来了肉体的彻底强制关机。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甚至连正常人都不如。他也要养家，也要吃饭，也要在生命快要停机的时候，像个最绝望的中年男人一样，为了几万块的安家费去向现实低头。他只是一个有理想的普通人。